房子我给保姆了，拆迁款下来380万，房子写刘芬的名字。刘芬，那个保姆，妈，你是不是？妈，您别吓我们，您开玩笑呢吧？我脸上像在笑吗？妈，380万你1分都不给我们。你爸走的时候，你们1分也没出过。我没意见，反正我也没指望这房子。妈，380万，你给个外人，你对得起我爸吗？你爸要是活着，他同意。他肯定是被那保姆洗脑了。你们想想，2年，天天在一块儿，老太太能不被人哄住？我早说了，让个外人住进来，迟早出事儿。大哥，你别光说不做，你得想办法啊！你是长子，这事儿你不管谁管？我当然管，明天我去找律师。打官司告亲妈，传出去好听。传出去380万给保姆好听。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别把我扯进去。小军，你就不急？你去问问咱妈到底娶没娶我。建国呀，你把后院下葬。妈，我这边工地刚开工，走不开。北强让我跟您说，丧事减半，别花太多钱。妈，我婆婆说百事不吉利，不让春生去。妈，你别怪我。周姐，我给您带了饭。周姐，我不要那房子。我知道你不要，您为什么？管你来写，我累了。老头子，你说的对，这回我听我自己的。老张，你帮我问问老人把房产过户给非直系亲属，子女能不能申请撤销啊？对，62脑子清楚，你先帮我查查。你慢腾腾的，你妈要是真过户了，咱一家5口喝西北风去。这去，不至于。建国，你是长子，唾手可得的380万拆迁款就要打水漂，你跟我说不至于？你让我想想。你妈那个年纪，要是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认知能力受损，签的合同就是无效。你想干什么？请个医生去看看咱妈，就说关心她身体。先别声张。你妈那边什么情况？说了，房子给保姆。保姆，一个外人，院长，你得回去盯吧。我回去了，饭馆的活谁干？咱饭馆一年挣多少？那是380万。你别急，我妈当年让我退学供小军念书，这件事儿我一定得讨个说法。刘小军，跑什么？又不是不认识。彪哥，我正打算找你呢。你打算了3个月了，40万，我利息都没算你。宽限2天，就2天。你妈那个拆迁房拆了380万，你还要宽限2天？你可是他亲儿子，一天拿不出来，我找你妈要钱。桂兰，听说你要把房子给保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有些保姆专门骗老人的钱。奶奶，张奶奶说的保姆是刘芬阿姨吗？刘芬阿姨才不是骗子。刘芬阿姨不是骗子，她给我做饭，给我梳头。小雨乖，刘阿姨不会走。张婶儿，
您是周小军的母亲吧？阿姨别紧张，我是周小军的朋友。小姑娘，你爸爸在家吗？奶奶，这些人好凶。带小雨进屋，把门锁上。他欠你多少40万整。借条呢？这是赌债，你就是去告他，法院也不受理。阿姨懂法呀？我不懂法，我懂道理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儿子欠你钱是他的事儿，但你到我家来吓唬我孙女儿。这条街家家户户都认识我，你今天敢在我这儿闹事儿，不用报警，街坊邻居就够你喝一壶的。行，阿姨硬气，那我换个时间再来。你手都凉了，我没事。奶奶，爸爸是不是做坏事了？你爸脑子不太好使。周姐，我还是走吧，我在这儿，您一家人。你要是走了，谁给小雨梳辫子？妈，有人上门了吧？你把房子给保姆的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人家不找你找谁？早晚的事。妈，我知道钱彪来过了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啊！知道错了就别赌了。妈，你信我，你先借我几万块把人打发了，我以后一定。妈，你想清楚再来找妈。妈，我买了排骨，晚上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哇！哎呦，我们小雨又长高了。刘芬，忙活半天了，快过来歇会儿。今天的饭我来做。妈，我在李春生那个饭馆里从早忙到晚，1分钱见不着。上回小雪发烧去医院打个点滴，他妈还问我要发票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要钱，我就是想你要是能先给我一点，我存着当个底，万一哪天真过不下去了，我好有条后路。你上次借走的5万，什么时候还我？妈，2年了，我也没问过。今天你先回答我这个，咱再说别的。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没有。妈，今天我住这儿行吗？春生那边我跟他说了。你住你的屋。我今天表现的还行，没松口，但态度软了一些。你急什么？这种事儿得慢慢来，一上来就谈钱，他肯定防着。你就说我出差了，别让你妈知道我回娘家。李婶儿，您说这家里多了个保姆，我这当儿媳妇的真是担心。桂兰这2年都是刘芬在照顾，有啥担心？万一老太太糊涂呢？那么大一笔钱的事情，谁敢打包票？不能吧？桂兰脑子挺清楚的。上次回去，老太太连我生日都记不住了，把我吓坏了。我先进去了，李婶，你帮我多看着点儿，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给您约了个全身体检，
不去。妈，上回您自己不是说头晕？我说过吗？上回您跟建国通电话的时候说的呀。我1个月接他1通电话，上回是3个月前，你们那时候也没说带我体检。妈，不管怎么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挨查心里踏实。你们要是真想带我体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但你们要是想拿一张老年痴呆的诊断证明去法院，那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妈，您这话说的。美华，我知道你嘴甜，但你当了15年儿媳，当了40年女人，你那点心思，我不用猜就知道。鸡蛋留下，人请回。他脑子清楚的很，根本不痴呆。就说这招不行，不行就换一招。他不是把房子给保姆吗？那就从保姆身上下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刘芬一个外地人，在这儿没亲没故，要是邻居都觉得他是骗老人钱的，社区都来过问了，他自己就待不下去了。1.5块1斤。这不是周桂兰家那个保姆吗？听说要继承380万了。可不是，一个保姆能住进去就不错了，还想拿人家房子？没有要，你怎么过户你名字？买的什么菜？青菜、豆腐、猪肉。排骨没买，小雨想吃排骨。排骨涨价了。谁说你了？没有，排骨真涨价了。刘芬，你在我这儿2年，没拿过我1分不该拿的钱，谁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。你要是用委屈跟我讲，不许自己憋着。王主任，我们真的是担心我婆婆。您想想，一个保姆外地来的，家里什么情况谁也不清楚，就这么把380万的房拿走了。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老人被欺诈？不是怀疑，是担心。我妈年纪大了，上个月社区组织体检，她血压、血糖正常，问啥都清楚。那万一是那个保姆背后操纵的呢？有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安排人去家访一次，了解一下情况，行不行？太感谢王主任了。周阿姨，例行家访，问您几个问题。坐，刘芬，倒杯水。周阿姨，我们听说您打算把房产过户给非家庭成员，消息挺灵通的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。您是自愿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得问一下。我清醒，我自愿，没人逼我。但小李，帮我带句话，告诉我那个大儿子，他请社区来查我，不如查查他自己。他花了他妈多少退休金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62，没痴呆，没被骗，眼睛不花，耳朵不聋。我的房子我自己说了算，谁再来关心我一次，我就翻你页给他看看。社区那边说了，妈是自愿的，他们没法干预。自愿？一个62岁的老太太自愿把房子给保姆，谁信？也许妈是真的寒了心。小敏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替外人说话？我不是替谁说话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能全怪妈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律师说了，只要能证明他在做决定的时候认知能力不足，这个过户就可以撤销。大哥，你真的要告妈？不是告他，是保护他。大哥，你看过妈那个本子吗？什么本子？她记了一辈子账的那个本子。什么账？他把给咱们花的每一笔钱都记下来了，
从你上小学的学费到小军的赌债，一笔一笔的。那又怎样？当妈的给孩子花钱，天经地义。嫂子，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没上成大学吗？爸妈凑不出2份学费，他们让我退学，把钱给了小军。妈那个本子上写着，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。380万，就算1分不给我，我也不怪他，他不欠我们任何人的。奶奶，我画了一个大房子，好看。这个是奶奶，这个是刘芬阿姨，这个是小雨。你爸呢？小雨，你想不想爸爸？给小雨买的鞋，商场打折。多少钱？不贵。你拿什么买的？哼，你先把钱标的事儿解决了，解决不了，别拿东西糊弄我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就是把事情摊开说说。建国，你先说。王主任，我们做子女的不是不孝顺，我妈要把380万的房子给保姆，我们不理解，我们请求妈重新考虑。你爸住院4个月，你总共来了2次，第2次就坐了11分钟，我看着表算的。妈，建国那时候确实忙。梅花，我没问你，你爸走那天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工地上。你爸最后一口气没咽的时候，你在工地上谈生意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妈，你先处理着，我赶过来。你赶了多久？8个小时，从市里到医院10公里不到的路程，你花了8个小时。桂兰姐，你的心情我们理解。你理解不了。我的房子给谁是我的事儿，今天在这儿说清楚了，我脑子清楚，我自愿，谁也别再来折腾了。建国，你爸临走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桂兰，别指望他们。我当时还骂他乱说。妈，5万块钱我还你，我存了2年私房钱，一共3万2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妈，你那个本子上写的，说最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你看了？我看了。回去吧，别跟你嫂子说，那5万块不急。喂，敷一下就好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小雨发烧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朋友家。妈，你先带她去诊所。周姐，我来背，我背的。哦，周姐，
奶奶，爸爸不来吗？爸爸在忙，奶奶带你去看医生。扁桃体发炎不严重，消了炎就好。不过这孩子太瘦了，营养跟不上。家长呢？我就是，我说孩子的父母。孩子他爸出差了。朱姐，歇一会儿吧，我守着小雨。刘芬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您说。你儿子过年回来不？他说了，今年攒钱不回来。你想他不？想，但想也没用。我3个孩子都在一个城市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离你的还远。建国，你弟的赌债我不管了，但小雨不能跟着他，我要小雨的抚养权。妈，这事儿哪是说要就要的？你帮不帮？你先容我想想。你给我个准话，给不了，我自己去法院。妈，您说要小雨的抚养权，这事儿小军得同意。我同意什么？小雨是我闺女。你闺女发烧38度9，你在打麻将。小军，小雨跟着你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你自己有数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连自己婆家的日子都过不明白。我过不明白那是我的事儿，我没把孩子丢给他养。都别吵了，都别吵了。我今天叫你们来，不是商量的，是通知。第一件事，小雨的抚养权我要。小军，你签字，签不签你自己说。妈，签了，我替你还钱标10万，剩下的30万你自己挣。妈，你哪来的10万？我的退休金，20年攒的，你别操心来源。第二件事，这本账从建国上学记到去年，你们每个人花了我多少钱，借了我多少钱，承诺了什么又没做到的，都在这儿。我不是要你们还，花出去的钱我不心疼，我心疼的是你们自己看。第三件事，房子的事儿，自己看。妈，这上面写的是……我从来没打算把房子给刘芬，公证书上写的受益人是小雨。380万是给我孙女的，你们3个1分钱也没有。他说什么？你小雨的380万全给小雨？他把钱给一个小丫头骗子，自己住哪儿去？谁伺候他？你们看清楚这句：刘芬作为监护人，代为管理至周小雨年满18岁管理，钱还是从保姆手里过。别被他唬住了，这场戏演的是不错，但380万不是他说给谁就能给谁的。看见没有？代为管理，钱还是从保姆手里过。嫂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10年，380万怎么花，花多少剩多少，全是他刘芬一个人说了算。明天你去找律师，
给我查清楚贷款条款有没有空子。阿姨，又见面了。出去。上次看你年纪大，今天要么拿钱，要么我进去坐坐。带小雨进里屋。钱在银行，你去取，取不出来你看着办。我老婆子坐在这儿，你看值不值40万？杀人了！表哥，我的债你找我要，别动我嘛！你跪我没用。你看看你妈，她拿着刀坐在那儿，比你有种。这债以后我就找你妈要。走。张婶儿，散了，散了，都回家吧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请帮我还钱了，我以后再不赌博，我发誓。妈，原谅我吧，我绝对不会赌，绝对不会赌。签吧，签字我就帮你还钱。小雨以后跟我要他的抚养权。签了，我替你还10万。妈，我真知道错了，那钱你帮我还了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，我真的不赌了。起来。下午跟我去还钱。哟，还真来了。10万，数清楚。借条。怎么还是40万？40万是本金，利息不要了。我兄弟跑了3趟，不要油钱。你妈拿刀吓我，不要精神损失费。你这是敲诈！阿姨，你去报警，警察来了也得还。借条上白纸黑字写着，是你儿子签字按的手印儿。赌债不受法律保护，可这上面写的不是赌债。再给你1个月，连本带利，换剩40万。下个月拿不出来，
你有个闺女挺可爱的，我知道她在哪儿上学，拿不出来，以后我可就要去接她放学喽。刘芬有个儿子，2年前在浙江打工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瘫了。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女人，跑到一个守着380万的老太太身边当保姆，一待就是2年，你觉得这叫什么？你意思是说，不用我意思说，别人自然会这么想。你想怎么弄？哼，交给李婶就行。李婶儿，您尝尝，建国朋友从边疆寄来的，甜得很。美华，你妈那边怎么样了？听说前2天有人上门闹事儿。李婶儿，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我妈一辈子老实巴交，现在家里又是赌债又是保姆。怎么？那保姆也有事儿？没有没有，刘姐人挺好的。李婶儿，我就跟您一个人说，那保姆家里有个瘫痪的儿子，欠医药费8万多，我跟我妈的事儿肯定没关系。8万多，您别往外说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周阿姨，社区街道情况反盛，今天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有街坊反映，你们家保姆可能存在财务目的不明确的情况。谁反映的？这个不方便透露。不方便透露。刘芬在我家2年，没有一天偷过懒儿，买菜的钱每一分都记在本子上。我3个孩子1年到头不回来，是刘芬每天给我做饭。你们调查他，你们凭什么调查他？周阿姨，您别激动，你们听好了，有几个长舌头的在外面嚼舌根，你们社区就上门来调查。刘芬每天伺候我吃，伺候我穿，几个白眼狼在外面说人家坏话，你们就来调查他。要是以后再有人嚼舌根，我跟他没完。周姐，周姐，你醒醒啊！高血压危状，暂时稳定了，但必须住院观察至少1周。谁是家属？我是他家的保姆，子女正在通知。行，赶快让家属来。建国，你妈在人民医院高血压危象，严重，在抢救室。我知道了，你让美华去，我这边工地走不开。小敏，喂，是芬姐吗？怎么了？周小敏啊，你母亲住院了，高血压，在抢救呢。我马上就过去了。到了，家里有客，挂了。
小军，你妈在人民医院抢救室。听不清，周姐，你醒了？你一晚上没睡，睡了。小凤儿，我让你受委屈了，小凤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周姐，你别说了，你好养着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您孩子没来啊？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妈，您现在身体不好，380万的事儿不能拖了。钱我帮您管着，您放心养病，等您好了，我肯定再还给您。建国，这文件谁帮你写的？妈，这当然是我自己写的。是美华找律师写的吧？妈，你干什么？你爸走的时候，你8个小时才到医院。今天我还能自己坐起来，你就等不及了。建国呀，你爸后院下葬。妈，我这边一个工地刚开工，走不开。美娘让我跟您说，丧事减半，别花太多钱。我婆婆说百事不吉利，不让春生去。妈，你别怪我。养了一窝白眼了。你要是还在就好了，你还能陪陪我。晚安。小敏，我趁我婆婆睡着，从后门溜出来的。粥还热的。妈，我当年退学的时候恨过你。通知书来的那天，我跪在地上求你。你说小敏家里只能供一个，你是姐姐。后来那几年，我在婆家洗碗洗到凌晨，手泡在冷水里，我就想，当年要是让我念了卫校，我现在就是穿把白大褂，不是在洗别人的碗。我越想越恨，恨你，恨小军，恨这个家。我知道，现在不恨了，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洞补不上。妈，对不起你，当初家里只能供一个，我选了小军，没有选你。这个洞，妈怎么想办法都会给你填上。妈在这儿。妈，我明天还来。
你婆婆那边，我有办法。睡得沉。小米，死哪儿去了？周小米！阿姨，这里是病房区，你小声一点。别碰我！周小敏呢？周小敏，你给我出！婆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半夜从家里偷偷跑出来，电话不接，我还以为你死外头了。要不是春生嘴松，我都不知道你跑医院来演戏了。这是我妈，我来看看不行吗？哼，你妈380万给保姆，一分不给你的时候，生病了倒是想起你是她闺女了。婆婆，咱回去说，别在医院闹。你今天不跟我回去，就别回来了。餐馆的活我让春生找人替。我妈在住院，住院有保姆管，轮得到你吗？房子都没你份儿，你上赶着当什么孝女？选吧。妈，我明天还来。哭什么哭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别上赶着去铁冷屁股。他心里要是有你，房子能不给？但是我妈，我是你婆婆，你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半夜跑出来给你妈熬粥熬粥。你在我家什么时候起这么早做过一顿饭？喂，医生，浩浩的病情怎么样了？什么？刘浩的褥疮感染引起白血症，现医院条件有限，建议你们转到市里。市级医院预估治疗费大概12万。喂，刘浩家属，你在听吗？在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事儿，晚上没睡好。你儿子那边是不是出事儿了？没有，浩浩挺好的。你从楼梯间回来之后，手一直是抖的。周姐，你别问了。多少？浩浩腿还有救，但是医生说再不转院就来不及了，要12万，我上哪儿能12万？周姐，我没事了，我真的没事了。你在我家3年，从来不开口求人。你儿子病成这样，你宁愿走也不跟我开口。以后要记住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浩浩的病，我想办法。周阿姨，您的陪护呢？我不知道，能帮我查查他是几点走的吗？监控显示凌晨5点半走的。周阿姨，我没事儿。周姐，感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。因为浩浩的事情，我怕自己动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是离开。对不起，这些天给你添麻烦了。前往林州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班车现在开始检票，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到检票口检票上车。
小敏，妈求你一件事儿。妈，你说。刘芬老家在哪儿？你帮妈去查。上次她寄快递的地址，你帮妈找出来。芬姐走了。周阿姨，喂，请问是周桂兰阿姨的家属吗？谁？这里是中心医院，周桂兰阿姨。姚小敏。我妈呢？监控显示周阿姨20分钟前自己出了病房，往电梯口走了。跑出去干嘛？不只知道饭店现在很忙吗？我妈不见了，我得找她。你妈，你嫁进我们家，你周家的破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立刻回来，要么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。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1、2。妈，我这就回去。姐，咋了？妈不见了。什么？护士说她20分钟前自己从医院跑了，我出不去。我婆婆那边。刘阿姨呢？刘阿姨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？奶奶会去找她。小军怎么了？着急忙慌的。我妈不见了。我刚刚还看见你妈往家走呢，你回去看看呢。我想把陈阿姨擦掉，擦不干净。擦不干净就别擦了。奶奶，陈阿姨会回来吗？奶奶说了，咱们去找她。哎，这不小军吗？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我妈不见了。你妈在家呢，我从那边过来，不用着急。您好，是公证处。我是周桂兰，3个月前在你们那儿做了一份房产赠与公证，我要修改受益人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妈应该是到家了。小雨，奶奶呢？奶奶在家吗？奶奶，我没有见到奶奶。您好，办什么业务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赠与公证受益人还能不能改？可以改，您本人带身份信息到场即可办理，需要等3个工作日审核。改了之后还能不能再改？变更受益人没有次数限制，但每次都需要重新公证。周阿姨，您这是已经公证过的，确定要改？我再想想。你确定是他本人？好，谢了张姐。谁啊？银行张姐说在公证处看见你妈了，在问改受理人。改受理人？她肯定是动摇了。那份公证书写的小雨，她现在想改。我去买2斤排骨，你去换衣服，今晚去你妈那儿。
妈，美华说您上次住院血压高，我给您买了这个。尝尝，是不是您以前那个味儿？手艺没丢。小时候您教我的，我忘不了。大爷，你今天怎么对奶奶这么好？建国，我去公证处的事只有小雨知道，你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。这个盒子里你想要的东西都在里面，我就看你敢不敢打开。你闺女今天穿红裙子，挺好看的。小雨，爸爸问你个事儿。那天爸爸回家找奶奶，你说没见过，是真的没见到吗？奶奶说谁来问我都这么说。奶奶教的好。爸爸，你天天来接我，是不是又想借钱？上次你天天来，晚上奶奶就哭了。奶奶，妈妈是不是不会回来了？谁跟你说的？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他们都说我没有妈妈。你妈妈，她去外地了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奶奶不知道。奶奶，她是不是跟爸爸一样，因为要还钱？我怕他对你好也是因为这个。你爸爸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小时候是3个孩子里最黏我的，晚上非要挤在妈床上睡。他现在学坏了，但是奶奶相信他能变回来。姐，今天幼儿园放学，你去接一下小雨，别让他一个人在校门口等。表哥，今天是别人接的小雨。挺聪明啊，找个人替你接，管用吗？别人能替你接一辈子。妈，我收拾收拾屋子。浩浩的药，本提银孙，1日3次，每次25.7元。妈妈在周阿姨家很好，周阿姨是个好人。等你好了，妈妈带你来谢谢她。今天不动你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别以为耍点小聪明你就能躲过去。明天我亲自去你家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你好，城南拆迁办。我是周桂兰，长青巷17号。周阿姨您好，通知您一声，第一笔补偿款今天打款120万，3个工作日内到账，您注意查收。知道了。
听说了没有？桂兰那笔钱到了，120万，120万！天，可不是，我侄子在拆迁办上班，消息错不了。美华，你婆婆那钱到了，知道不？张嫂，您消息比我灵通。建国，钱到了，120万，今晚必须去你妈那儿。工地上验收，走不开。那你别后悔。妈，天凉了，给您买了套保暖内衣，阿胶是我托人从山东带的，您泡水喝。妈，您最近血压怎么样？上次住院医生说要注意什么？建国可惦记您了，天天念叨。妈，其实我今天来，美华，你今天来的目的我清楚，120万到账了，你们心里痒。你嫁进我们家15年了，就今天叫妈叫的最勤快，就是图我那点钱。今天我就要听你真心实意的喊一声妈，不然咱免谈。你今天叫不叫？妈，我今天来不光是看您，这是我拟的拆迁款分配方案。我那份呢？妈，您当然跟我们住。建国说了，您住我们家，我们伺候您啊，钱放在建国那儿统一管着，您放心。我住哪个屋？当然给您收拾一间好屋子，家里3间房呢。你们家3间房，一间你们2口子住，一间给孙子当书房，一间杂物间。让我去杂物间和那坏洗衣机住一屋。谁叫你来的？美华给我发消息，是我发的。建国，你得在场，这事儿你必须在。你愿意让我住杂物间，还是养老院？妈，我都行。你爸走的时候问你选殡仪馆还是家里设灵堂，你也是这2个字。40年了，你小时候我问你吃什么，你说都行。考大学填志愿我问你说都行，你爸的丧事我问你，你说都行。今天我问你，妈住哪儿，你还是都行。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的妈？你有没有在乎我这个妈？拿回去，等你们商量出一个不是都行的答案，再来找我。桂兰，桂兰，你出来，快出来！张婶儿，那个要债的，就上次踹你家房门那个，他把小军打了一顿。有人看见小军满脸是血，正往家走呢。妈，你开门！妈，他们说要动小雨，妈，你开门！奶奶，小雨，快回去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，奶奶一会儿就过去。你说的他们是钱彪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小雨，他们说要动小雨。你上次说你知道错了，你签了抚养权协议，我帮你还了10万。这次呢？这次你拿什么跟我保证？妈，我真的改了，我这几天没赌。脸上的血是谁打的？钱彪，他来工地堵我，让我3天还40万，拿不出来他就去幼儿园。妈，我没还手，我扛了。我这几天在工地搬砖，1天200，我真没去赌。妈，你开开门。谁报的警？他被人打了。妈！奶奶，
啊，钱表他给了3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他们上次在工地打我的时候说了，下次就是去幼儿园。这次你拿什么保证？工地包吃住，工资卡交给妈，全拿来还债，40万，还完你再把卡给我。就算不为了我，为了小雨也要戒掉。明天跟我去取钱。40万，你点点。老太太的钱真是没出息，自己欠的钱还要用老太太的拆迁款。没有利息了，我们签的借条已经清了。周小军，你胳膊折了是你自己找的，咱们这下2清了，以后可要再来玩啊！你自己说的，40万按月还。我再加个条件，每天晚上回家吃饭，多陪陪小雨。妈，去收拾芬姐那屋，发现了这个。小敏，收拾东西，咱出个远门去找刘芬。奶奶，你去哪儿？去找刘芬阿姨。你在家乖乖的，奶奶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妈，这样好受不？小敏，这是你退学那年我给你织的吧？那天晚上妈织到12点，第2天一早递给你说别哭了，妈给你织了新毛衣。您怎么来了？您怎么找得到？长得像你。建业锅炉厂开始烧锅炉了。孩子得的什么病？褥疮感染引起的败血症，县医院说条件有限，建议转市里。市级医院预估12万。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周姐，您自己的事儿还没了，3个孩子还在那闹，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。刘芬，跟我回去，你儿子的医药费我出。周姐，我不能。这是20万，从第1笔拆迁款里取的。你在我家3年，1分工资没涨过，这是补给你的。周姐，我不能要，您帮我够多了，您让我在您家住着，把我当一家人，浩浩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，这钱我不能拿。浩浩，周阿姨来看你了。小芬，我等你回家。喂，什么账户里一下就被取走60万？你妈那个账户120万取走了60万，昨天去了趟林州，今天刚到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怎么拿到这个的？这你不用管，
我就问你，你作为长子，管不管？我给小敏打电话。妈，第一笔拆迁款下来后，您取了2次，60万您都花去哪儿了？刘芬的儿子在林生县医院败血症，要转院，20万是我给的。40万呢？给你弟弟还了赌债。60万，你说给就给了？我的钱，我说了算。妈，120万你拿出去60万，第2笔、第3笔到账以后呢？是不是380万钱给外人？你坐在这个屋里，3个孩子一个都不管，给保姆养儿子，给小军填赌债。给小军的是替小雨要他爸回来，给刘芬的是3年工资加医疗费，我的账本上有，你要一页一页对。嫂子，芬姐那笔钱我去看了，浩浩是真的在住院，不是骗的。你闭嘴！你跟着你妈跑林州，回来一个字不说，你在中间装什么好人？别拽我！我问你妈，您今天给我透个底儿，剩下那2笔钱，你打算怎么分？我怎么分是我的事儿，那拆迁款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笔钱是我的，我不分就不分，你要告我去告！美华，你闭嘴！你从头到尾就一个字都行。喂，赵律师吗？我是陈美华。明天上午我去你办公室，这个拆迁款我必须要分清楚。律师说了，这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，爸不在了就得按继承场走。明天我去律所把爸的那份算清楚。妈，我就把话挑明了，这房子是您和爸的共同财产，爸的那一半，我们3个孩子每人都有份儿。所以呢？所以这是全家的钱，您不能说给就给。美华，你少说2句。你们3个谁给我打过1分赡养费？拆迁款是我的名字，是我的房子，是我的钱，我取多少给谁是我的事，轮得到你们来插手？你的钱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剩下那220万，你打算怎么分？你们不是要算账吗？这本账我从建国上小学记到去年，30年，每一笔你们花我的钱、借我的钱，承诺了又没做到的，都在里面。建国，你3年前偷拿我养老金，我存折取了3万，我没报案。小敏，你说在婆家不好过，借了5万，5年了，没提过一个字。小军不在，他的账我替他记着，10万加这次的30万，一共40万赌债。今天之前，我没跟任何人算过这笔账，但我一笔笔都记着。要看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嫁进周家15年，有没有一次不是为了钱走进这个院子？我只是为了这个家。你说不出来，我替你说。你进门从来不空手，阿胶、保暖内衣、降压药、排骨。这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提了1盒阿胶。你说妈，我想跟建国结婚，你帮我们凑个首付。第2次拿了2瓶蜂蜜，你说妈，我们想换个大房子，您把老房子过户给建国吧。
上一次你带了排骨，你说妈，您签个委托书，让建国帮您管拆迁款。你每次进这个院子，手里每次都提着东西，哪次不是带着目的？建国，你呢？你老婆搭不上来，你替她说。妈，你也搭不上来。不光她没真心把我当过妈，你也没真心把我当过妈。需要的时候是妈，不需要的时候就是都行。这本账，从你上小学记到去年，你爸住院那4个月，你来了7次，最短的一次做了11分钟，我看着表算的。你爸最后一口气没咽的时候，你在工地上谈生意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妈，你先处理着，我赶过来。你赶了8个小时，从市里到医院打车40分钟，你花了8个小时。建国，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妈？够了！建国，你先带小敏回去。美华，现在。你留下干嘛？我有话没说完。你带小敏走，在外面等我。妈，现在就咱俩了。今天你把账本翻开，把建国说哭了，把小敏说跪了，把这个家里每个人的旧账都翻了一遍。这账你记了30年，谁欠你多少钱，谁对不起你多少次，谁让你心寒了多少回，白纸黑字一笔不落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记这些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不孝，是为了证明你这一辈子有多委屈，还是为了你今天把我们一个一个数落完，你是解气了？你把这380万给了保姆，给了孙女，1分不给我们，你是解气了？但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从此以后在这个院子里，美华，你今天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，赵律师说了。拆迁房是你和爸的夫妻共同财产，爸那一半按法律你和3个孩子平分，190万，这是建国、小敏、小军3个人该得的部分。妈，你给刘芬那20万，给小军那40万，我们可以不追究，但剩下的320万，有190万是法律规定的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法律规定的，那你让法律来跟我说。你以为我不敢？赵律师那边我都谈好了，爸的死亡证明、房产证复印件、拆迁协议材料我都备齐了。我今天来，我就是来告诉你这笔钱我要定了。美华，这份东西你让律师写了多久？你嘴上叫我妈，手上已经在拟起诉材料了。那是你逼的，你从头到尾没给我们留过一条路。15年了，你翻账本、骂儿子、数落女儿，现在连我都骂完了。美华，你每次来，我都知道你是为了什么。你送的不是东西，是价码。我送的东西你一样没动过，你不拆不穿不吃，你留了15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你送的东西吗？你第一次来提了一盒阿胶，你说妈，我想跟建国结婚，您帮我们凑个首付。第2天我打开，发现里面塞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你想要的钱。后来你每次来带的东西越来越贵，提的要求越来越大。我收下东西，等你走，我把东西放进柜子，锁上门。你留着这些东西，是想等哪一天拿出来给我看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敢拆，我怕拆开以后里面又塞着一张纸条，你让我信你什么？你要去告我，你拿着律师函来跟我说190万是法律规定的。你今天把东西带回去，你想分多少钱，上法庭去要，但你以后别再叫我妈了。好，周桂兰，我嫁进你们周家15年，你防了我15年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防着我了。赵律师吗？我是陈美华，上次跟你说的事可以准备了。对，起诉被告周桂兰，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。你跟妈说了什么？说了该说的。什么叫该说的？你妈把60万取出来给了保姆和赌鬼，我问她剩下的钱怎么分，这叫不叫该说的？大哥，我想进去看看妈。让妈休息休息吧，明天再来。
周建国的资料我都有。陈女士，我再说一遍，起诉分割周德厚的遗产部分，原告必须是法定继承人，也就是你丈夫周建国。他同意。起诉状需要他本人签字。给我一份空白的，我带回去让他签。陈女士，你确定你丈夫知道他签的是什么？他知道。累成这样，验收站了10个小时。建材店那边有份供货合同，今天催着签，你看看。跟哪家的？老赵那边介绍的，条款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明天再说，先眯一会儿。喂，赵律师，签字拿到了。你丈夫签的？对，明天可以去法院立案。好，明天上午9点。这个案子不好打。第一，周桂兰立的公证书是经公证处合法出具的，程序上没有瑕疵。第二，拆迁补偿款在法律定会上究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他的个人财产，目前有争议。那怎么才能赢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如果能证明他在做出赠与决定时认知能力受损，比如医学证明、证人证言，那份公证书就有可能被撤销。医学证明？对，只要有资质的精神卫生机构出具就可以。我知道。张主任，我是陈美华，上次跟您咨询过的关于我婆婆的精神状态鉴定，我想再详细了解一下流程。由家属提出书面申请，再经过社区确认，才能进入鉴定程序。家属签字就行，配偶或成年子女都可以。在申请之后，被鉴定的经人需要配合做一系列测试，如果不配合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他不会配合的。那就需要社区先排查，确认有疑似症状了。陈女士，你婆婆平时有没有表现出记不住事儿、情绪波动大、被害妄想之类的？有，记忆力不好，连我生日都记不住，还总觉得我要害他。那你们先走社区申请，社区盖了章再联系我们。好，谢谢张主任。桂兰姐，方便进去说话吗？说吧，社区又收到什么反应了？桂兰姐，这回不是街坊反映，是家属申请，有人申请对您做精神状态鉴定。谁申请的？陈美华，您大儿媳妇。他说我什么？说您记忆力不好，连她生日都记不住，还总觉得她要害您。小敏，你妈做肾鉴定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社区老王说的，你嫂子陈美华申请了，说你妈脑子不清楚，这不是要把人往精神病院送吗？你来干什么？精神鉴定？你上社区给我妈申请做什么精神鉴定？对，我申请的，装什么好人？你回娘家不也是为了钱？那5万你还没还呢。3万2，我存了2年私房钱。今天我就还给你，还了5万又怎么样？你妈380万1分没给你，你还不是什么捞不着？大嫂，我穷，我在婆家吃人家的饭，洗人家的碗，我没钱。但是我妈住院的时候，我半夜从后门溜出去给她熬粥。你呢？你的每样东西后面都跟这个要求，你以后再打我妈的主意，我跟你没完。陈美华女士吗？我是社区老王。关于您申请对周桂兰做精神鉴定的事，经过社区日常观察，被鉴定人认知能力正常，无鉴定必要，申请驳回。精神鉴定被驳回了。那就走这一步。你想好了？起诉分割周德厚遗产，原告周建国。先生，取多少？10万。取完余额就归零了，您确定吗？确定。10万块，你说给就给。那是我的钱，你的钱也是这个家的。你妈把60万给了外人，给了赌鬼，你给她10万，你以为她会念着你的好吗？不用念着我什么。你欠她什么？你欠她什么？美华，你从来不姓周，你
你可以不把我妈当你妈，但她是我妈。朱桂兰女士，通知您第二笔补偿款130万已打入您尾号6632的账户，请注意查收。周姐，你怎么又跑来了？腿不好？腿不好又不是腿断了。周阿姨，医生怎么说？康复科评估了，说神经有反应，有望拄拐走路。刘浩放心了，你也可以回来了。小雨天天在家盼着你呢。芬芬阿姨，你回来啦！小雨放学啦，今天阿姨给你梳辫子。芬芬阿姨以后还走吗？不走了。小雨上次画的，她一直盼着绿衣服阿姨回家。有人看到法院的人了，说法院又给你送信了。周桂兰女士，我是。法院传票，请您签收。桂兰，听说你家要打官司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听说建国告你了。传票上写的是他的名字。张婶儿，怎么了？建国，听说你告你妈了。传票都到了。什么传票？法院传票，你妈亲口说的，你告她分割你爸遗产。建国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什么？请问是周建国先生吗？这里是我人民法院，您作为原告起诉周桂兰女士遗产分割一案，下周3上午9点开庭。什么案？证件准时到题。我没告过任何人。本人吗？是我，但我没有告过任何人。委托代理人是陈美华女士，授权委托书上有您的签名。地址在哪儿？我没有签过这个东西，它哪儿来的？但身份证复印件是您的，周先生，这个您得去问您家属。这是你签的，那可是我妈呀！我知道，所以我替你签，问了你，根本不会懂。我们过了15年，做这种事儿你就没想过问我一句，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凭我是你老婆，凭你妈15年没正眼看过我，380万你一分都拿不到，撕了也没用，案子已经立案了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还能去哪儿？你是要毁了这个家？我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妈386个给了孙女，1分不给你的时候，想过这个家吗？你妈家当着你弟弟妹妹的面说你偷她养老金的时候，想过给你留脸吗？你没话说了，官司已经立了，你不出庭，法官也会判。奶奶，法院是什么地方？是个说话的地方。奶奶，你是不是要跟大伯吵架？现在开庭，审理原告周建国诉被告周桂兰分割被继承人周德厚遗产一案。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。审判长，原告周建国的诉讼欲求如下：被继承人周德厚于2023年病逝，其名下位于长青巷17号的房产于2024年纳入拆迁范围，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80万元整。该房产系周德厚与被告周桂兰婚姻存续期间取得，属夫妻共同财产。周德厚先生去世后，其享有的50%份额及190万元，应作为遗产，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。原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各继承人份额，判令被告返还相应款项190万元。被告有没有请代理律师？没有。被告，你可以自己陈述，对原告的诉讼请求，你认不认可？法官，这本东西我记了30年，每一笔给他们花的钱、借的钱、欠的钱都在里面。今天我不请律师，我就用这本账本给自己辩护。被告，你可以陈述。1994年9月1日，建国学费286元，借二嫂200，还差86，卖了周德厚的手表。1994年12月，小米棉袄破了，买了件新的40元。小军的鞋露脚趾头，补了3次。1998年7月，小敏考上师范，学费3200元，凑不齐，跟小敏说家里困难，小敏哭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说不念了。审判长，这些与本案遗产分割没有直接关联。有关联。2023年，德厚住院4个月，建国来了2次，最短的一次坐了11分钟。他爸最后一口气没咽的时候，他在工地上谈生意。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妈，你先处理着，我赶过来。”40分钟的路，他花了8个小时。他告我分割他爸遗产。法官，遗产是他爸留下的房子，房子拆了，钱在我手里。可这笔钱里有我30年的心血，给他交的学费，补的衣服，卖的嫁妆，凑的医药费。他爸活着的时候，他没想过遗产，他爸走了，他想起来了。他想起遗产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30年他妈还活着？审判长，被告所述的家庭日常开销与本案无关，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，法律有明确规定。被告将全部拆迁补偿款通过公证书形式赠与案外人，是单方面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，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。更何况，原告方有充分理由怀疑，被告在做出该赠与决定时，
精神状态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你活着着呢。请坐。你说我脑子不清楚？只是提出合理怀疑，毕竟380万是一笔巨额财产，一个62岁的老人，把他全给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案外人保姆，这不符合常理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给那个案外人打过电话吗？他叫刘芬，照顾我3年，每天给我做饭、洗衣服，半夜扶我上厕所。我住院那几天，他趴在床边守了我一晚上，3个子女一个都没有。你说他是案外人，那我问问，这3个孩子，谁比他在案子里？你说跟遗产没关系，那我就说说有关系的。2020年3月，德厚工资4200元；2020年6月，德厚工资4200元；2020年9月，德厚工资4200元。周德厚活着的时候，每个月工资4200，一分不少，全交给这个家，交了30年，按月算360个月，4200乘以360是多少？151万2千。我的退休金每月2800，从50岁到今年62，12年，2800乘以12，40万3200。你帮我算算，这些钱花在哪儿了？2005年8月，建国开建材店给了3万，存折上剩800。2010年3月，小敏生小雪给了5000。2018年11月，小军欠赌债，第一次帮忙还2万。这191万，我跟他爸30年全都给了这个家，给了这3个孩子，一分都没留给自己。现在他爸走了，房子拆了380万，你们说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爸那一半是190万，该分。那我问一句，他爸活着的时候，这30年交给这个家的191万，算不算？谁分给我们？再说赡养费，你建材店月收入12000，15年你没给过妈一分赡养费，我按最低标准算，每月1200，15年12个月，一年14400，就是21万6千。你偷拿我养老金存折那次3万，我没报案，加在一起24万6千。还有小军、小敏，法官，我不跟他们算赡养费，花出去的钱我不心疼。我就想让法官看看这本账，看看这30年，什么叫养孩子，什么叫不欠。被告，你有什么具体诉求？我没有诉求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鉴于双方争议较大，本庭宣布休庭，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。嫂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你敢拿建国的身份证替他告他妈？你敢做这种事，你还有脸坐在原告席上？你装什么好人？周小敏，你回娘家不也是为了钱？我一开始回家是为了钱，是借过5万，我认。但我今天上午把3万2还了，还剩1万8，我会还。我也不会再要我妈的拆迁款。你呢？我什么？15年，你有几次进这个家门不是为了求我妈帮忙？你每次来都提东西，阿胶、保暖内衣、降压药、排骨。哪一次你坐下来陪她吃过饭？哪一次你进门不是为了开条件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妈380万压根就没想到你，你连自己婆家的日子都过不明白，也好意思来对我指指点点。大嫂，你说你争的是一口气，可我妈这15年连一口气都没跟你争过，你送的每一样东西她都收着，一盒没拆，一件没用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刚才在庭上说他脑子不清楚，你坐原告席上让律师说他精神病，她是我妈，她这辈子谁都没害过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你为他打抱不平来了，你等着，判决下来你们1分都拿不到。小军，姐以后不跟你争了，妈给我的那3万2我还了，剩下的我自己挣，
你在工地上别太累。姐，我也不赌了。周建国先生，通知您周德厚遗产分割案下次开庭时间为下周4上午9点，请您作为原告准时到庭。周先生，对，是我，周建国。我记得您有什么？我要撤诉。撤诉？是，不告了。周先生，这个案子已经立案了，您是原告。原告不是我，是我老婆，冒我签的名儿，我不告。周先生，这事儿您得跟您太太商量。不用商量。喂，你撤诉了。周建国，我嫁给你15年，漏了个什么？我争的是钱吗？我争的是一口气。你不帮我，我替你钱。你现在跟我说撤诉，你们都当好人，就我是坏人。妈，对不起，妈，是我糊涂，我已经撤诉了。陈女士，周建国撤诉了，后续如果还想主张权利，可以重新。不用了。你们都当好人，你撤诉，你当孝子，你弟弟戒赌，你妹妹还钱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就我是坏人。我替你出头，我替你做恶人，到头来你说撤诉当好人。回家吧。张婶儿，建国，你妈出事了，你赶紧去医院。初步检查是中风前兆，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是脑出血。你是家属？我是他家的保姆，子女正在通知，尽快通知家属，病人不能再受刺激，会有生命危险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阿姨，我妈怎么样了？中风前兆，医生说再受刺激就是脑出血，不能再让他出现情绪激动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不进去？我没有脸见妈。家属，儿子，周阿姨，今天好多了，血压降下来了。护士，想麻烦你一件事。您说。用你的手机帮我录一段视频，我说你录。录吧。我是周桂兰，62岁，长青巷17号。我决定将名下全部拆迁补偿款以我孙周小雨的名义设立教育基金，我死后剩余全部捐赠社区养老院。3个子女不继承。录完了。周阿姨，
这个视频您要发哪儿？发给我3个孩子。我是周桂兰，62岁，长青巷17号，帮小军还了赌债，帮芬芬出她儿子的医药费，以我孙女周小雨的名义设立教育基金，3个儿女不继承。进去吧。妈，我撤诉了。不是我告的，是美华，她拿我的身份证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脸见你。爸走的时候我说都行，你住院的时候我说都行。美华敢拿我的身份证，也是因为知道我只会说都行。妈，我对不起你。建国，你说你撤诉了，是你自己做的决定。你40年有几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？今天你做了一个，你做的对。建国，小时候我问你吃什么，你说都行；考大学填志愿，你说都行；你爸的丧事问你，你说都行。今天你来了，是你自己来的，你撤诉是你自己决定的，这个决定做得对。下次来你就坐在这儿陪我坐一会儿，我看着你我就开心。妈，你上次说我爸住院的时候，我来了7次，最短的一次坐了11分钟，我量过，从住院部大门到病房要爬3层楼梯，走100多步。那年我坐在你那个方凳上，手机揣在口袋里，心里想的是工地上的钢筋水泥什么时候到，坐了11分钟的，我看时候可不知道，你也是看着表在等。以后我一定多花时间陪你。入股，你知道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？知道，以后食堂的账我也能看。你比你大哥有出息。妈，我不走了，食堂的早餐窗口我来做。周小军，今天最后一车了，歇完下班。哎。又给你妈转账。你这个月奖金全还了，自己1分不留。不赌了以后，好像也没什么要花的地方。行，好小子。你妈把380文全安排了，小雨教育基金、保姆赡养补偿、社区老年食堂，1分没给你留。我走了，你也要为自己想想。我嫁给你15年，连你妈一张好脸都没落着，现在和你妈也撕破脸了。给你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建国，你妈从来不把我当一家人，我争的不是房子，这一口气。你跟她说，我不是坏人，只是这个外人我当不下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昨天把屋里擦了一遍，
奶奶，你的脸不歪了。早就不歪了。骗人，昨天还歪的。谁送来的？建国昨天晚上来的，带了一盆绿萝放在你窗台上。小敏早上来的，带了包子。妈，我来谈小雨的事儿。周桂兰女士，这是我的陪托人赵丽女士的起诉书副本，来谈周小雨的抚养权变更的事情。孙律师，请陈述申请方意见。被申请方周小军近3年有赌博恶习，曾经欠下赌债45万元。我方认为被出警方不具备稳定的抚养能力。小雨从小跟我，小丽走的时候，小雨才3岁，发着烧，嗓子哭哑了。我在医院陪了3天3夜，你在哪？她上幼儿园第1天不敢进教室，我在门外蹲了1上午。我念过大学，心高气傲，跟着别人合伙做生意被骗了8万，我不敢跟家里说，想翻本，一念之差进了赌局。赢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捞回来，输了就戒，戒了再赌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丽走了，小雨发烧，我妈在替我还债。我欠了钱，是我没本事，但小雨是我养大的。你从3岁就没见过她，现在你说要接走，她认你吗？你说够了吗？你说在医院陪了3天3夜，那你赌钱的时候怎么想想他？你被人追债追到家门口时候怎么想他？你让小雨跟着你妈住在这间破屋里，这样养他？周小军，我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。这3年我没脸回来，但现在我有家了，我有房子了。你呢？你欠了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是赌鬼。你不是？那你告诉我，你那40万是怎么欠出来的？请双方冷静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要小雨跟我走。你欠的债，你毁的日子，你自己扛。把孩子叫进来吧。小雨，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？知道，他要抢我。小雨，如果妈妈想接你一起住，你愿不愿意？小雨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以前走了，是妈妈错了。但妈妈现在有家了，有你的房间，房间是你最喜欢的颜色，墙上我给你贴了小兔子的壁纸。妈妈以后每天接你放学，给你做饭。小雨，跟妈妈走好不好？奶奶，孩子表达意愿，法官通常会采纳，应打胜算不大。那怎么办？可以先撤诉，探视权保留，以后有机会再。探视权？他正眼瞧过我一眼吗？他从头到尾叫过我一声妈了吗？综合被监护人意愿及双方现有条件，本庭建议暂时维持现有抚养安排。维持现有抚养安排，还让孩子去住他们那间破院子吗？赵女士，我理解你的情绪。理解，他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拿什么养小雨？我戒了，我不是要抢孩子，我是他妈。他欠债那天我在场，讨债的人砸门，小雨在屋里吓得发抖，是我把他抱到后面藏起来的。奶奶，现在综合被侵蚀人意愿，本庭建议暂时维持现有抚养安排。我不要孩子了，我要钱。我不要孩子。赵女士，你先冷静。我很冷静，我想接他走，想给他好日子过，他不要，行，那我不勉强。我不要孩子了，我要钱，给我钱。小雨的抚养权我就不争了。你要多少5万。正好5万，我存了3年，本来是给小雨上初中用的，现在给你。
我来可不是为了要钱，是他自己有好日子不过不识好歹。你要钱，我给你了，你拿了，别再来了。去哪儿？回家。妈，我想搬回家住。行。晚上包饺子，胡萝卜馅儿。奶奶，胡萝卜馅是爸爸喜欢的还是我喜欢的？你喜欢的。那爸爸喜欢什么馅儿？你喜欢的，他都喜欢。咱们的共同资产，我找评估公司估了价，240万，我要一半。你要你妈的拆迁款也好，借钱也好，半年内付清。120万，哼，你还是惦记那份拆迁款。你妈当着孩子的面说我的时候，你替我说过一个字吗？你妈住院那几天，我去看过她，她翻身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就转过去了。你们全家心里都记着一笔账，就我是那个罪恶的人，我认。那现在我跟你算另一笔账，我的15年，我的青春不是都行，你签不签？现在开庭，原告陈美华诉被告周建国离婚及财产分割一案，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原告陈美华提出的诉讼请求有2项：第一，双方于15年前结婚，婚后感情长期不和，请求终予离婚；第二，双方婚姻存次期间的共同财产共240万，我方要求分得一半。审判长，这是相关的证据材料，都已经提前提交。被试请人，你对原告提出的离婚诉求有什么意见？我不离婚。原告是否接受调解？不接受。他不是不想离婚，他是怕分财产。我跟他过了15年，家里的事他不管，老婆受了委屈他不吭。我今天不要调解，我要离婚。被申请人，你对原告提出的离婚诉求有什么意见？周建国，事到如今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敢做敢当？那个，我们的修理店不是我挣出来的。什么意思？被申请人当庭提交新证据，我方表示异议。周建国，你说建材店的初始资金是你母亲出的，是借款，能证明吗？有没有借条或者证人？有证人。证人报一下姓名和身份。周桂兰，周建国的母亲。证人，你儿子说建材店的启动资金是你出的？是3万块。2007年8月15号，我去银行取的钱，亲手交给他。这笔钱是赠与还是借款？是借款。我跟他说了，挣了钱要还。有借条吗？法官，妈借钱给儿子不会写借条，但我记在账本上了。2007年8月20号，建国用那3万块开了店，他带美华去挑了店面，回来的时候2个人晒得黑黢黢的。审判长，没有借条，这笔钱在法律上仍然……赵律师，你先等我把话说完。法官，刚才原告说他跟建国感情破裂了，我今天也来问一件事。上回建国告我分割遗产，那份起诉书是谁签的字？周建国是那个案子的原告，起诉书上不是他签的，是他媳妇冒他签的。审判长，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。
这是美华替我申请的。她去社区说我有精神病，说我这脑子不行了，她想让我被鉴定成老年痴呆，这样我立的赠与公证就不算数了。是我经手的。陈美华来社区3次，说她婆婆记忆力不好，总觉得有人要害她。法官，这是建国建材店的营业证照登记档案，上面显示法人是周建国本人。肃静！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，陈美华冒用他人签名伪造委通书，意图转移财产的行为，必须计入本案判决。我方放弃财产分割主张，放弃全部。经审理查明，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伪造签名、冒名起诉、申请不实精神鉴定等多项重大过错行为。依据相关法律，原告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财产权益，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少分或不分。现判决如下：一、准予原告陈美华与其丈夫离婚；二、建材店、房产、存款均不予分割，驳回原告全部违规请求。庭审记录将保留对其违规行为的记录，并移送相关司法部门。周阿姨，我再跟您确认一遍啊，第一个信封是给您大儿子周建国的，对。第二是小雨教育基金50万，委托社区居委会按月监管，用于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到18岁为止。对，刘芬签过字的。三，向社区老年食堂最佳捐赠15万，3项合计200万，您自己还是100万养老储蓄，是定存在这张卡里。是的。这些信封呢？是我单独留给孩子们的钱。周建国、周小米、周小军，还有没有要补充的？没有。未来炒饺子韭菜3块5一把，涨价喽！涨就涨吧。钱不多，一人20万，干干净净的。妈，这是你一辈子的钱啊！我的钱我想给谁给谁，你收着。妈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？从我得知拆款消息的时候，欠的都还清了，以后不用记了。别动，我给你别好，别掉下来。一把年纪了还别花儿，一把年纪才要别。来，这锅茶叶蛋免费的，你别拦我，你拦我也放这儿。你放了多少茶叶？半斤。张婶儿，茶叶不要钱啊？我儿子买的，他买多了。来，走到妈这边来，就3步。你昨天走了5步，今天走3步就行。拿着。浩浩，你这条腿走了大半年的路，比我70年走的每一步都难。这盆肘子比你们都值钱。让，排骨烫手。妈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做的，您试试合不合脚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。周姐，长寿面好了。
我这辈子做过母亲，做过妻子，做过工人，就是没做过自己。70岁这天，我决定有些东西不收了。